第二课，挫折容忍力的心理基础。一、挫折与情绪管理的关联。挫折和情绪是如影随形的一对好伙伴。每当孩子面对挫折，他们的情绪总会受到影响，可能是失望、愤怒、不安，甚至是悲伤。情绪管理在这里扮演了关键角色，因为它决定了孩子面对困难时是选择反击、退缩，还是迎难而上。任轩喜爱画画，参加了一场绘画比赛，他信心满满地递交了自己的作品，但结果却名落孙山，这让任轩情绪爆炸。他撕掉了自己所有的画，声称再也不想拿画笔。如果这时家长能够介入，帮助任轩理解自己的情绪来源，例如对失败的失落感，或对努力未被认可的挫败感，就能协助他找到更健康的应对方式。反之，若家长忽略了这一过程，情绪可能会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，最终压垮孩子。因此，帮助孩子建立挫折容忍力的第一步，是协助他们认识并管理自己的情绪。让孩子学会情绪并不可怕，它只是提醒我们需要关注内心需求的一种信号。二、大脑对压力的反应机制，孩子与成人的差异。要理解孩子如何应对压力，我们需要先了解他们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。当我们面临压力时，大脑中的杏仁核会像警报器一样发出警告，启动战或逃的反应机制。对于成人来说，前额叶皮层负责理性思考和决策的部分会迅速接手，评估威胁是否真实，并协助我们做出适当的回应。但对孩子来说，他们的前额叶皮层尚未完全发育，这就好比汽车的刹车系统还不够灵敏。当压力来袭时，杏仁核的警报可能会长时间响个不停，导致孩子陷入情绪的漩涡，难以理性思考。之宇在学校的一次演讲中忘词了，全班哄堂大笑。对于成人来说，可能会试着幽默化解这个尴尬的场面，但对之宇来说，这次事件可能成为他心理上的巨大压力，甚至让他对未来的公开表达产生恐惧。理解这一点后，家长需要对孩子的情绪反应多一份耐心，并协助他们练习如何面对压力，而不是期待他们能立刻像成人一样冷静应对。三、如何建立孩子的自我认知与情绪调节能力。一、培养情绪词汇，帮助孩子表达感受。孩子往往因为缺乏足够的词汇来表达情绪，而感到更加无助。家长可以透过阅读故事书、角色扮演或日常对话，引导孩子认识不同的情绪，例如失落、沮丧、兴奋等，并教会他们用语言表达。有一次，莉亚因为游戏中输给哥哥而大哭，妈妈蹲下来问她：“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很委屈？因为你很想赢，但却输了。”莉亚点点头，停止哭泣。妈妈接着说：“这种感觉叫做失落，是因为你很在乎这场比赛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一起想想怎么提升你的技巧，下次
可能就会赢哦。这样的对话不仅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，也教会了他如何描述情绪，并找出应对方法。2、教孩子深呼吸与放松技巧。当孩子陷入情绪失控的状态时，简单的深呼吸或肌肉放松技巧可以帮助他们平静下来。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练习，例如想象自己像一只吹气的气球，吸气时气球慢慢膨胀，吐气时气球慢慢缩小。这种简单的练习不仅能让孩子迅速平复情绪，还能让他们在未来面对压力时自主地使用这些工具来调节情绪。3、鼓励自我反思与正向思考。引导孩子回顾挫折经验，帮助他们找出问题，并学习从中吸取教训。这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解决问题能力，还能让他们学会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挑战。俊宇在班上报告时表现不佳，老师给出了较低的分数，他感到气馁，不敢再主动参与。但在妈妈的引导下，俊宇回想起自己准备报告时太过匆忙，内容不够充分。妈妈鼓励他，这次只是提醒你，下次准备充分一点，你一定可以做得更好。这种方式让俊宇意识到，失败并不是一种否定，而是帮助他成长的契机。结语：挫折容忍力的培养离不开情绪管理与心理建设。透过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情绪，理解大脑运作的特性，并教导他们具体的情绪调节技巧，我们可以让孩子逐步建立起面对压力的韧性。